杨青兰，我是不是又做梦了？这不是梦。 你真的来了，是我来了。你怎么来的？这里很危险，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危险。莹莹，你先跟我走，我再去救其他人。走。走。 怎么了？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我与南诏王约定，1年之城南诏境。若我现在回去，他们定会拿那些匠人泄愤。1年？你真的要在这块地方待上1年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知道莹莹，你之前没得选，但是现在有我在，你先跟我离开这儿。南诏对蜀锦的在意由来已久，如饥似渴，所以南诏王才会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做这桩生意。南诏王想要的，杜燕和盛东泽都拦不住。杜燕送不走我们。但是莹莹，我现在只想能保护住你。我不要你献祭你自己，我要你永远供奉契约，我要你永远坦坦荡荡，永远问心无愧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人。1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杨青兰，等等我，好吗？你不想让我牺牲，却要牺牲自己。秦莹莹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强出头、为人着想、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毛病啊？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吗？为了保命，为了保护益州匠人，我会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可是季莹莹啊，定会保全我自己。能让你有第一步妥协，是我该做的事。
说牛景做了一州节帅，所以即便南诏放人，我们也回不去。杨金兰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做各自擅长的事，好不好？我负责带他们知青回家，你负责让我们有家可以回。好，你就听听的。我会尽快处理好有急之事。让你有家可回。你竟然不带他走，看来他还是想做这个未来王妃。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期。我知道，你不希望这白王府内多一个益州来的王妃，那你就好好与我合作。事成之后，我要你带着他，永远离开南诏。多谢。师兄，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可我希望你还是以前那个南诏白王。季娘子，王爷给您送早饭来了，奴婢先伺候您梳洗吧。我不吃。早饭不想吃，织锦的事也不想跟本王聊聊吗？快进来。这是一些绝版的古书，老匠人的口述，还有一些纹样，都跟蜀锦有关的。
看看，漂亮吗？我大唐的蜀锦，当然漂亮。来，看看这个。纹样和技法是蜀锦，但是手感和颜色有略微的不同，不过韧性是足够的。这便是南诏野蚕吐丝染制而成的。那染制它的人现在在何处？死了。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的阿娘被他的父亲掳来做他的妻子。这锦衣是你阿娘的？之前，本王还是骗了你。其实这不是阿娘从家乡带来的，是南诏有人染制成功之后送给他的。那人花了多长时间10年，是不是感觉1年时间有些短了？他们都说那个人是阿娘的兄长，但是我知道，那个人才是阿娘真正喜欢的人。其实父王也知道。好了，这样吧，本王再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这个人收养了一个孩子，名叫木兰，我带你去看看他。在南诏也有白王做不成的买卖，掌控不了的人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你派人养的也是这种野蚕吗？别碰它！如果是你在床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只比你身子大好几倍的手从天而降来摸你，你会不会被吓到？它也会。门口那牌子你没看见吗？你是不认字还是改名字了？这是益州来的季娘子，之前给你看了刘波锦，就是她带人织出来的。你也不认字？嗯。你看他的眼神不清白，但他看你比看云彩都清白。学你父王什么不好？学他抢人家夫人。你的衣服很漂亮，颜色和其他南诏人都不太一样，是你自己染的吗？咱们不是一种人，说再多的话也没有用。闭上你美丽的小嘴巴。不是一种人，也可以走同一条路。我想用你们南诏的蚕丝结合蜀锦技艺，做一款新锦，属于南诏的锦。哼，你知道这种话他都跟我说过多少次了吗？男人骗女人是天性，那女人骗女人可就是没人性了。妹妹，我劝你离他远点。
这个水分充足，今天你们就吃它吧。你再给他们喂这个，他们会死的。这叶子水分太多，不适宜白天喂食。野蚕本就是自由采食，你将它们抓起来饲养，你得知道在什么时间段它们喜欢吃什么。大白，你不能再抢胖妞的吃的了，你看你比她胖多少圈了？哎，这个还不错，可以给他们吃这个。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你应该给他们喂一种叫天不怕的叶子。天不怕？天不怕你都不知道？他养蚕技术还不如我呢。我们走吧，白来了。没想到季娘子对养野蚕也有研究啊！没研究，我瞎说的。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想要跟他交流，就得把他带到我的世界来。等一下，有事吗？刚才你吃的那种叶子都长在独孤旁边，它有毒。别人都说我嘴毒，你现在嘴里是真的有毒了。怎么解毒啊？你给他喝的什么水呀？难喝的水，不过吐出来就好了。但是他一会儿可能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。医师已经看过了，你没什么大碍，好生休息就行。这些书还有桌案都给你拿过来了，有空的事就可以随便看看。这间屋子离厨房也近，若是想吃什么的话，吩咐他们就行了。别看了，本王有本王的房间，不会住这儿的。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刚刚消除，好生休息吧。等一下，麻烦你帮我转交一样东西给木兰。就说是为了感谢他的解毒之恩。本王倒是觉得这片叶子应该长成这样。这边更难找了。王爷，进来。王爷，这是木兰姑娘送来的东西，放这儿吧。倒是挺像的。看着不像蚕啃的，倒像是人啃的呀。南诏没有浣花溪，但是南诏的染色有自己的特点和固色方式，我觉得应该能从里面借鉴一些蜀锦技艺。你是不是可以试试这个呀？这些书你是都看过了？
哦，看过一些吧。师兄，生辰快乐！你最爱吃的那家涮羊楼老板回乡了，这些糕点是我自己学着做的，希望你喜欢。有心了。很好吃。你喜欢的话，下次再做给你吃。好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晋娘子是假装没听到吗？恭祝王爷生辰快乐。就只有一句“恭祝生辰快乐”，没有礼物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正好你也调了一个颜色，就拿这个颜色给本王画一幅画，就当是生辰礼物了。这个是寿桃。寿桃。哼，好，寿桃就寿桃吧。你的生辰礼物，本王收下了。王爷的书我已经看完了，需要的颜料也收集的差不多了。王爷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织工营见我的伙伴们呢？本王以为这段时间你我相处的还算融洽呢。作为工作伙伴，是的。那作为别的呢？盛丰泽，若是一开始你我谈的就是正常生意，若我们来到南诏，是你邀请我们来织锦，或许我们会有另一种可能，会成为好朋友。可是你选的是另一条路。如今你我已经相隔楚河汉界，是非生死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做多久，我都不会真心接受你的。今日是本王的生辰，你就不能说一些顺耳的话吗？该说的我都说过了。今日你送本王一个生辰礼物，那本王就还你一个礼物。肯定是另当别论了。毕竟挚爱人的性命，你，
是你骗了我。我怎么会背叛王爷？是你太过天真了。王爷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了。杨金兰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流言是假的。杨警官来南诏，应该光明正大的来白王府做客，本王也可以好好招待招待你呀。白王的待客之道，实在是登不上台面。谁让你不遵守做客之道呢？沈凤泽，你放了他。英爷别怕，他不敢杀我。鉴于你跟东宫的关系，在益州城的时候，本王对你确实有几分忌惮。但现如今你在南诏，夜闯白王府，就算本王杀了你，也是理所应当。白王这陷阱布得并不高明，无非是在赌我的情谊。知道陷阱你还来？我不能赌那个万一。沈凤泽，我既敢夜闯你白王府，你又怎知我会毫无准备而来？你是以为本王不知道你跟杜燕合作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季英在本王这里，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他去了职工营，他会遇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与杜燕是一丘之貉。沈凤泽，你若今日杀了我，你就会在杀死益州节帅的罪名之外，再加上一条杀死东宫麾下的罪名。我相信清平关不会放过这个顺水推舟、斩草除根的机会。你在赌本王不敢杀你敢吗？你若杀他，就连我一起杀。本王在赌你对他的情谊，你却在赌本王对你的情谊。好，如果你们这么爱赌，本王今日就成全你们，好好陪你赌一把。我不擅长下棋，这不公平。对于杨警官来说，这些死士也不擅长武艺呀。青娘子若是不想赌的话，那本王现在就下令，万箭齐发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想怎么赌？本王会找12个死士陪杨警官切磋。
晋娘子赢一子，本王撤一人；若是本王赢一子，就会加上一人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若是我将他们全都杀了，也算我们赢吗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晋娘子，请。鸳鸯，你放心，这几个人伤不了我。商公子，本王说过了，12个人是本王的底线。请。王劝晋娘子还是专心一些，杨警官的性命可是掌握在你的手上。本期就没有生了。沈凤姐，住手！你若杀了他，我便同他一起说到做到。住手！赤虎，在。将他们2人关入职工营，生死不得相见。是。
金娘子，这就是你在营池的房间了。以后在染织上有什么需求，可以随时找我。莹莹，莹莹，真是呀！莹莹，你挺好的吧？申梦泽他有没有对你？啊，对，你们先聊，我把你们看着啊。快坐，先坐。我简短说，有时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但益州才是我的家，我不会违背自己本心。我们都明白，你是为了救我们的命，才去做王妃，去治南诏锦的。我也知道，这都是权宜之计，你肯定不会去做的。我绝不会去做王妃，但是南诏锦，是我应了南诏王的，一念之期，不假。不是，我们真要为他去治锦吗？那南诏人把我们掳过来，把我们当成俘虏，阶下囚，我们就应该认命，从此以后为他们卖命吗？可是不知难怎么办？不知我们会死的。英英，这不是你的性格呀。你是来了南诏以后变了吗？是申梦泽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吗？我们以为你来是给我们想办法，带我们去反抗的，不是让我们去做奴隶的。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待宰的羔羊，没有一点办法，唯有一赌。所以，我跟南诏王做了一个交易。是林洛，给我拍动了！你试试，若是我们这帮人出了什么事，织不了锦，你的人头明。是为了白王着想。白王要是1年之内织不出锦来，就会被送到大唐处理。若是那有骨气的人呢，干脆就不干了。到时候和罪魁祸首一同赴死。哎，干什么？哥哥，别！哎，算你走运。让开！没事。自从那天见到了杀人，他就害怕霸道的声音，我们总是这样吓他。你刚才拿出来那东西是真的吗？我们真能回去吗？那确是南诏王亲笔所写。你是怕申丰泽织不出锦被处死了，到时候
你就做不成王妃了吧？你放屁！你一是怕我们被牵连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注意点啊！大家可以自由选择，但我只想活着回去。我想活着见到我的阿娘和阿兄。来，小哥，走，老刘。秦娘子，这清平关的人可没那么好对付。我若是你的话，就避而远之，专心吃紧。我正是因为想专心致敬，才不能虚虚图之。井为首，人在井之上。我先要在乎的是人。走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想。你们这几天到底还经历了什么？是不是就算赤虎留下，也不能阻止杜衍他们刁难你们？清平关害的那位守卫长，明争暗惩，羞辱折磨大家。只要无关生死和染丝，赤虎是不会管的。所以现在大家要么就像三郎一样，心里有气但没有办法；要么就和六郎一样，委屈或者麻木。怎么又这样啊？这也是守卫长他们干的。谁？累了吧？我14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没休息呢。那个三哥不好意思，让我来送2条被子，方便吗？快去快去！看来他们不是一次做这种事情了。我得想个办法把他干掉。什么？干掉？嗯。好了，不早了，你快回去睡吧。不，谢谢你们的被子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们那边被子够吗？我们够。他刚刚给你那个眼神，是让你看住我的意思吗？默契见长啊！这段时间，他帮了我很多。患难见真情。患难见真情。那如果患难过去了，真情是不是就会消失啊？不会。月亮要圆了，好像快到中秋了。中秋。从离开益州开始，我便每日从衣上扯下一根丝线，每10根结成一束。我们已经离开1个月了。丝线。
苍上，我都已经这副模样了，还能害你不成啊？你从益州来啊？嗯。我家人可好啊？牛瑾现在统领着益州，然后呢？牛瑾说，是你赵家勾结南诏，将南诏的兵马引入城内，他先斩后奏，将你赵家上下无一幸免。新娘子，有人找你。天不怕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南诏的织机固然精巧，但只能织出宽不过7寸的锦缎。这花楼织机是大唐独有，织出来的纹样更精细，更有光泽，手感也更平滑。这是我们南诏的丝绢，这还是你的衣服给我的灵感。南诏的纺织业有自己的特色，我们既然要做南诏锦，是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。所以就根本没有什么天不怕。你为什么约我来这里看这些？想要织出上好的蜀锦，需要上好的蚕丝、精心的染色、精美的纹样设计和优秀的织工。天不怕不是一种叶子，是一套完整的流程，是大家的齐心协力。这，就是我的天不怕。区分一个谎言的好与坏，那是要看他骗你到底是为了你，还是为了他自己。你会来，是因为你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，是因为你太爱那些蚕，爱锦。我说过，我和你不是一种人，咱们不可能同路的。你去找盛丰泽同路。我跟他没法同路。
他想留下我，但我想要回家。若是我们织不出锦，就都会死。干嘛呀？用情感绑架我啊？当初我师母被抓走，也没有人同情我师父呀。嫣嫣，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。这是我用1周的法子染的南诏丝，你瞧瞧有什么不同？你要是不想瞧，扔了也没关系。走吧。赤虎护卫长，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七娘子这手艺果然不一般呐。可这我不敢收啊，这。我也没说要送你啊。这快过中秋了。中秋在我们家乡是家家团聚的日子，可如今我们回不去，我便想在营中给大家过个节。想劳烦你将那些都卖掉，帮我买一些过中秋需要的东西，那剩下的钱都归你。哎呀，你其实可以禀明王爷嘛。他应该能准许的。无关染织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自己解决。自己解决？可你们拿的是白王买的丝线，你们这叫什么呀？啊，狼狈为奸，中饱私囊啊！赤虎护卫长，你就亲自向你们王爷交代吧。来人，把这些织更给我带走。是。慢着。守卫长，你可知这绒花价值几何呀？几何？赤虎护卫长是知道的，这绒花在1周就价值不菲，而今在南诏更是稀少中。对，这价格得翻好几倍呢。这东西这么值钱啊？自然。守卫长可想分一杯羹？哎，金娘子，这可不行啊！他凭什么分一杯羹啊？对呀，莹莹，不行啊，不能跟他合作呀！既然被发现了，只有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闭嘴！合作？我说过要跟你们合作了吗？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上交了呀。不合作也无妨，只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往出卖，就算您上交上去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献给白王的礼物。我就是觉得有利不赚，大傻子吧。唉，这东西这么值钱，卖出去不会被发现吧？那绒花上面没有记号，也没有题名，谁知道它的出处在哪儿啊？怎么分？他6，你3，我要1分用来买花灯和做月饼的工具。凭什么他比我多1倍？
按顺序，他比你先；按交情，他比你少折磨我们一些。就按能力，他也比你好往出运呢。东西我来运，我六他三，否则免谈。生意可以不做，但规矩不能坏了。他5，你4。我5，他4。那这得问问赤虎护卫长的意思了。行，你5，我4。这个给我。莹莹，你找我们过中秋啊？我准备了一些做月饼的模具，还有桂花酒，还有花灯。一会儿大家想点花灯点花灯，想做月饼做月饼。你想回家？中秋是团圆的日子，我们却待在那种鬼地方，哪有心情过节啊？难不成要我们把那点当成家吗？不。我是希望大家从对家乡的思念中汲取一些力量，振作起来。我们能团结一心，早日离开这里，早日回家。莹莹，莹莹，那个前2天我跟你说的话有点重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关于给南诏人织锦的事儿，我想了好几天。你是对的，可是我还是不甘心，就这么被他们奴役着。我也担心，人一旦跪下了，就算我们回到家乡，怕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就像今天的月亮，被云遮住了，就不亮了。来了！来了！我全都叫上，挨家挨户叫，没有一个缺的。那我说2句啊。今天不是中秋佳节嘛，月圆之夜，我们虽然没有月亮啊，但是呢也不重要，我们大家在一起过个节。没有月亮，证明这个中秋节你们也不配过。哎呀，晶莹，你们不在染织，在这聚众闹事儿，还伙同外人偷运物资，属实愧对南诏王对你的信任啊！实则欺君，罪责当诛。不是，这些东西分明都是你让买的，那个还有那个。你有证据吗？人都是我叫来的，东西也是我买的，跟音乐无关。不是的，东西是我买的，和他无关。都给我闭嘴！季莹莹，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你现在自身都难保。好，既然你们现在这么团结，都一并抓出去砍了。是，慢着。守卫长，你来的正好。申公子，我知道你在，出来救人。季娘子真是聪慧啊，连这个都能猜到啊！赤虎，在，拿下，拿下！王爷，属下犯了什么罪？你逼迫营中的匠人为你制作绒花，私自贩卖，以权谋私，运送的官兵和售卖的商铺皆已招供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王爷仁慈，捏你初犯，杖责50。你也，我也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好，
贩卖荣华的事儿我认，但那是我托人从益州买的，与这益州匠人无关啊。那绒花名唤朱延陀，是。 我是秦平关的人，您罚我认，但是你怎么能承认这是益州奸民？谁是贱民？啊，谁是贱民？谁贱民？谁贱民？兄弟伙，谁贱民啊？谁贱民啊？喜欢女人是不是？喜欢偷盗，喜欢女人天哪！你脑子有油是不是？喜欢偷盗，喜欢偷盗。 百王殿下，我们既在这里织锦，可否应该给我们相应的做工条件？可以，你想要些什么？第一，这里的看守只能限制我们不离开此处，不得干涉其他，不得辱骂责打匠人。好，本王同意。第二，匠人一应生活所需，须得比照益州。 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并有所依。那是自然的，本王也同意。最后一个，还请允我们一人写一封家书回家。这一条，本王可能答应不了你们。你们是有所不知啊。 现如今的益州是牛景说了算，他自封节度使。别说是南诏的书信了，就是长安的书信也是送不进去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对益州的景业横征暴敛。现如今这益州匠人啊，过得比你们可差多了。所以啊，本王觉得。 先不要回益州了，好好在南诏待着吧。可益州再乱，那也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终究是会回去的。你知道本王为什么不趁着今日这么好的机会，把杜衍的人给赶走吗？
月亮终于出来，那我们就好好做月饼，好好过中秋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，一同染指。不管是在益州还是在南诏，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月亮。既然寄不成信，愿以明月寄相思吧。以明月寄相思，以明月寄相思。那我们过节吧。会做月饼的，快来跟我和平儿一起做月饼。喜欢花灯的，找我来领。其实我们家做月饼比这讲究多了。我们家和面省一共3个，就做馅的省5个。咱们就说这个面皮儿，面皮儿就要叠上那个9981次，每叠1次呢，就要抹一层猪油，这样烤出来的月饼才酥香松软。等咱们回去之后，第一件事，我就要带你回家，尝尝我们家特别好吃的月饼。继续说。啊，还有馅儿，馅儿也挺多的。那就我来说吧。啊，14。我喜欢你。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确实不是我想嫁的那种人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想到你就会想，觉得害怕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想你的名字。34，我喜欢你，不管未来如何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亲啊，可以亲了。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，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。
更肆意，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它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。你好狡猾。因为我想活着。月饼，我买一个。我们自己做的月饼不卖，送家人，送朋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我的？谢谢。哎，你好吃。我师傅也说过，中秋赏月，想念家人。那你师傅还说过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他就是没说过，益州的女人如此狡诈。哎，我问你，益州好吗？对我来说，那是最好的地方。我在那里长大，那里有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么好奇，怎么不亲自去看看？别说我好奇了，我不好奇。你穿南诏的衣服，却研究益州的丝，就是因为你喜欢，你好奇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你是不是有益州的邪术啊？只有心无杂念的人，才能染出这么好看的颜色。唉，我是益州人养大的，但是我终归是南诏人。我想去益州也去不了呀。你的衣服之所以和别人不同，是因为你结合了南诏和益州的染织技术。益州和南诏不一定要相互猜忌、打仗，其实是可以像你衣服一样交流融合，是可以做朋友的。这个是我做的香包，防蚊虫的，是送朋友的。杨绛来送你的礼物。你见过他？他在哪儿啊？他伤得怎么样啊？他还活着。他让我给你带话，说平安，勿念。这是我们刚做的月饼，益州人人人有份。不必了，我全家都被牛翦杀了，修缘可能这辈子都团聚不了了。
阿兄、阿娘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等着我，等着我们。我和杨静兰一定会回去。莹莹，别嫌我做的丑啊！送你的那个已经是最好看的了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杨警官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想不到你偷偷骗我，竟会有药！是啊，本王知道，对杨警官严刑拷打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啊，本王只能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来撬开你的嘴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我说了，你就会信。这计划就是让你亲自把我送出这里。杨金兰，你别忘了，现如今你在南诏，无论你怎么布置，你都飞不出本王的手心。他的眉宇间应该是含笑的，他的手腕应该是纤细且柔软。放下，一点儿也不是！放下！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你，在撕咬你？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疼痛，喝下那瓶带着药的水，然后放下你所有的尊严，对着本王摇尾乞怜。你当我是赵秀元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，只有药水陪着你。无论你的骨头多么的硬朗，他们都会自己折断。杨警官，你好生休息。本王
过几日再来看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回到益州。等我。木灰旧部，木灰旧部，哪来什么木灰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景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南王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瑾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瑾。如今忍了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由长安决策，丧事4郎是国舅爷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瑾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批评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牛瑾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杨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第四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警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
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见。铁娘子，谁将情丝都写成告白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缘自愁思不见出影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重这个河碎流波景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静兰所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迁。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莺飞草长崎岖树道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。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一载。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雪花风尘又归来。二位，过了这望京驿，便是大唐的地界了。后面的路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二位的造化。告辞。不是你，这是一看啊，袭击他们边关的人被你劝走了，他们便撒手不管。这南州人怎么这么奸诈呀？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史策，前面的路就靠我们自己走了，你怕吗？哎呀，怕也得走啊，也都答应平儿了，要安安全全、风风光光的接他们回来。杨老三，你比爷聪明，这条路怎么走听你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给我留条命就行。放心吧。杨敬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么没礼貌呀！见到我不知道叫阿兄。行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个逃犯身份，这前面关卡重重的，
打算怎么去长安呀？所以，阿兄有办法。现在知道叫我阿兄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自从知道你去了南诏，阿爷便组织了一支商队，我们一直等在前面两邦交界处的驿站里。你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启程去长安。对了，给你做的新闻碟，拿着。与逃犯同路，阿兄就不怕被牵涉其中吗？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愧是我们杨家人，我佩服你。但是我也姓杨，忠孝仁义我也学过。这一周，不光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谁不想回家呢？好啊，那咱们兄弟速去长安，一起回家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驾！这已经是用最有韧性的蚕丝制成的剑了。接下来由你来演，看看它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南诏剑。图案清晰，色彩明艳，花型饱满，织造没问题。过碱水而色不退，鲜艳如初，染色也没有问题。最后韧性的部分，我来演。我来。我来。轻点，你们轻点。我来。轻点儿。陈木头，你使那么大劲干嘛？这做了几个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不小心呢？正常的锦是经得起这样的拉扯的。它断了，是因为我们又失败了。还是不行。蚕丝还是不够坚韧，不过比一开始好多了。我们再努力努力。我们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还是那样的结果。1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再织不出来，我都不晓得自己在期待些啥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蚕我足足喂了7年，那到底是光照不足，还是吃的不对？你师傅种的真的是南诏的蚕吗？南诏100年以来没有出过节，我们真的能在1年之内织出来吗？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我们想要离开这里的话，需要做其他计划了。我们是熟知技艺的匠人，我们分得清南诏丝线和益州丝线的区别。你说，南诏王分得清吗？便是盛丰泽，他自诩懂锦，他又分得清吗？你是说做假锦？也不能全假，丝线的混合比例需要你来把握。我记得你最痛恨作假之人。当年他们用假锦害我阿爷的性命，如今我用假锦救大家的命，你敢做吗？好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若真出了问题，就说是我拿错了丝，跟你毫无干系。
罪臣杨静兰拜见太子。你若是罪臣，那这朝堂之上还有谁能算得上忠臣？师弟为师父奔走一州，生死不顾，请受师兄一拜。还要多谢师兄信我，助我。那我也谢谢你们，没有放弃益州城，放弃我的家。那是大唐的土地，大唐的子民，怎可不顾？圣上已下定决心处置牛瑾，还益州安宁，替益州百姓谢过圣人。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无往矣。这完全是由南诏的丝线染制而成的南诏锦，真正的南诏锦，还请王爷代为献给皇上。没想到你真的做成了，但本王看了你织出的南诏锦，为什么一点都开心不起来？或许是因为，当你织出南诏锦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意味着你要离开本王。1年之期还剩2个月，若再交不出锦，我们和王爷都将自身难保。自身难保。大唐已经出兵讨伐牛瑾了，这无论对你还是杨静兰来说，它都是件好事。对本王来说，它也是件好事。长安出兵讨伐牛瑾，就没有余力来对付南诏了。一旦战火平息，王位兄应该会对我网开一面吧？那便恭喜王爷。恭喜王爷，你恭喜我啊！啊，我觉得你在恭喜你自己啊！恭喜你马上可以离开南诏，马上可以离开本王了。哎呀，你要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本王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一个天大的好主意。本王可以烧了紫宫营。明明可以支撑的南诏锦，瞬间什么都没有了，化为灰烬。重建织宫营，至少得半年，半年。盛丰泽，你是忘了你当初的目的吗？你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支撑南诏锦吗？我不在乎，那又怎么样？清平关本来就不向本王支撑南诏锦，本王可以说这把火是他放的。疯子！不是你告诉本王，人都是会改变的吗？没错，本王改主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是景还是人，本王都要。王爷，清平官带着王上去了织宫营。听说南诏锦已经做出来了。回王兄的话，确实做出一副样锦，但是质量不好，算不上南诏锦，所以没有禀告王兄。但是这些唐人却信誓旦旦地讲，他们织的就是南诏锦，
季莺莺，不如你亲口告诉王上，这锦你们到底是织成了，还是没织成啊？回王上，民女的确织出了南诏锦。白王，不管合格与否，既然王上亲临，不如将那锦样拿出来，呈与王上一观呐。这便是季莺莺织的南诏锦，这韧性不足，很容易撕坏。这么说，做了这么久，却毫无成果。那是因为这些唐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做锦，而是一心做假。皇上，您看的根本不是什么南诏锦，而是欺君之政。白王之所以断锦，更是为了包庇。皇上，臣亲耳听见季莺莺和他人商议，要用益州蚕丝冒充南诏蚕丝，制造假锦，蒙骗皇上。至于白王是否知道，臣就不知了。启禀皇上，臣特意带了我南诏的匠人，是否是我南诏的蚕丝，一验便知。不用验了，王兄，此事臣弟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而且是臣弟命他们这么做的。臣弟是想，这万一南诏锦织不出来，就可以用此锦以备不时之需，还请王兄降罪。皇上，此事分明是季莺莺自作主张，想以一己之私犯下了欺君之罪。王爷确实不知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断锦。他只是一时为情所困，想保全季莺莺。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你闭嘴。阿宁所言句句属实。为情或为利，都不是一个臣子应该考虑的事情。我等身为臣子，第一要务是为王、为民。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。因为我们真的织出了南诏锦，问心无愧。但不是白王献上的那一幅。9600根经线和纬线，全部是由南诏的蚕丝所织就，颜色染制也结合南诏当地的染制技术，还请王上请人试验。季娘子，既然你已经织出南诏锦，为何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子，把所有人都绕进来？民女所做这一切，是为了亲眼得见王上，并将真正的南诏锦献于王上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哦，南诏锦终于在你处。这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坐。这锦没有问题，但是要如何亲手交给南诏王，这是个问题。
王愿许你升官厚禄，你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南诏做事？多谢王上抬爱，只是茵茵的家眷亲友皆在益州，我阿娘还等着我西前尽孝，恕茵茵辜负王上美意。但茵茵认为，不是只有留在南诏，才能为南诏出力。哦，民女在益州尚有一些声望，回去后定会大力促成益州和南诏景业通商，互利互惠。此次能直出南诏境，也多亏了南诏匠人相助。民女认为，彼此封闭、暗中掳掠，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只有自愿沟通、相互交流，才得以互利长久。如今这益州是牛景把持，就算本王愿意放你们回去，恐怕你们也无处安身。大唐疆域辽阔，便是回不了益州，但只要我们双脚站在故土上，心便安了。看来锦娘子是铁了心要回去了。这是当日王上签与民女的契丹。你为何撕了？民女当日初来南诏，心有不安，所以才向王上索要了这契丹。不过后来想想，是民女杞人忧天了。王上乃一国之主，一言九鼎，岂会失信于我等草民？若是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百姓和他邦帝王笑话？既然王上一言九鼎，那我又何须这区一张单子呢？虽然现在这景样已经织成，但若你们都回去了，那谁继续留下来织锦呢？现在益州大乱，倒不如有愿意留下的，可以留下，为我南诏工匠传授技艺。这。皇上，草民愿意为您效劳。你是？草民是益州锦王赵修远。8岁入锦房，别的不敢说，织锦可以说是我的强项。还有，咱们南诏的花本也是我制成的，这些锦样也都是我合作创作。你愿意留在我南诏织锦？好，你想要什么？草民别无他求，只求同乡人早日踏上故土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除留下教学者，放所有的益州匠人回归，离去者不得阻拦。若有愿意留下的，岳父双倍工钱，好生相待。臣遵旨。多谢王上。多谢王上。你们2人自诩南诏2大智囊，却因一己之私，对一小女子利诱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罚封1年，3个月内不得上朝议事。
我警司记过。臣有罪。王是不是很傻呀？一心想着替你顶罪，却被你玩弄在股掌之中。我算到了杜院会用假锦害你，我算到了你会毁掉我的锦，但我的确没想到你会站出来替我顶罪。盛疯子，你救过我很多次。我家失火那次，我们在商道的时候，我们被牛警追杀的时候，虽然你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但你也一直在护着我。我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是知道的。只是一个人的好，抵不过一个人的过。那如何才能抵消呢？你是要本王去死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能代替别人原谅你。摆设。赵修远，你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就是为了放季莹莹走。算计了所有人，最后却被别人算计了，感觉如何呀？边境之乱。是你给杨静兰传的消息，你才是内应。本来是白蛇让我来打听你来这儿的目的。
真正的爱，是你每天想的，想他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穿暖，有没有快乐的度过每一天。我告诉你，白蛇，那不是爱。现在的你，就只爱你自己。如今，我已尽收木节帅旧部，只待将西北这支叛军拿下，我便率全军奔赴益州城下。薛将军是要攻打益州城吗？牛景龟缩不出，朝堂是不可能和这种叛贼妥协谈判的，只能攻他。哎呀，那益州城的老百姓都在牛景手中呢。我的父母妻儿也在城中，若有一日兵临城下，牛景定会先以我的家人祭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好？10天，给我10天，擒贼先擒王，我潜入城中试试。你有把握吗？你没有把握，我也要试试啊！你怎么试？杨金兰，牛景将诸葛的尸首挂在了城头。什么？杨金兰，这定是牛景引你出现的陷阱。诸葛是被我从长安带到益州来的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把他给带回来。你不要命了你！杨金兰，薛将军犬子鲁莽，但情义无价，请将军援手。派些兵马护他们周全。是。回下，这样。
给他换套衣服吧。我来。这儿有字：重思峡谷乡，不产世上英。这是他留给你的话吗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话。当年的益州城，四面楚歌，我师父为了留话给我，把线索刻在了自己的骨头上。今日的益州城亦是如此。难道他也是刻骨传信吗？除了手腕上的勒痕，他身上并无其他伤痕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不会的，这字迹很旧，不是刚刚写的，而是一早就写好的，就好像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死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高芳，去叫个仵作过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去。杨警官，在诸葛先生的肚里发现了这个。去找牛精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让他一个人待会儿。小诸葛，你怎么想说的话还是那么多。杨江南，如果换作是你，该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？所以说不能刻骨，这么多话，这要刻了骨头上啊，那不得把我刻成筛子？那，你最喜欢喝的酒？
快点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说了，当英雄就应该潇洒，就应该幽默，这样才能被大家记住呀。谁让你当英雄了？我让你当英雄了，还是说你想抢我的风头？哎，我提一句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和姬英英帮着大家，这益州城可是大家伙的益州城，也该轮到我周葛洪为大家出力了。再说了，你不知道我为了激怒牛姐，把这消息传递出去，费了多大的力气啊！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去把你的尸体从城墙上给带回来？我若是没回去，你岂不是白死了？哎，因为你是杨静然。哎，就算是你是为了回来骂我蠢，你也一定会回来。不用这么看着爷，爷知道自己很潇洒。就果然这么好喝。所以，你当初选择留在益州，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了，对吗？你不考状元了。先把这辈子的事儿做好，该做的我都做好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好，走了。当状元，下辈子再说吧。桑十四他们来了，他们是来接那些匠人回家的，但是那匠人不肯走啊，说要等你一起走，所以本王就说你生病了，现在走不了，正在养病呢，把病养好之后，本王会亲自送你回去的。
王爷，皇上让你入宫觐见。饭又吃不成了。本王会早些回来，陪你吃晚饭。没有发现目标，给我继续搜。是。丰泽，是丰泽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沈公子，对不起，还是让你感觉血了。这辈子应该不会再忘了本王了。基因，你有看到本王对你的另外一半真心吗？沈公子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是阿离错了。师兄，阿离对不起你。师兄，阿离，本王此生最后再求你一次，把吉明安全的送回家。好，阿离答应你。师兄，沈公子。
我们终于要回家了。哎，你们说我们回去之后是先去浣花溪边走一走，还是去岳父湾喝一杯啊？先喝酒。回去之后啊，你阿姨肯定一边骂你，一边抱着你哭，一边哭一边拿鞋底板抽。那我也愿意，起码跟家人在一起。不放人？别担心，杨老三就在路上，他们不敢不放人。放人！走吧，我送你们回益州。英英怎么没来？就是英英呢。王爷带她先出发了，咱们路上会合。咱们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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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对面就是益州吗？英英，杨警官来接我们回家了。师傅，诸葛，这锦官府我就暂时先告辞了。益州如今太平了，以后无论是谁来做这个锦官，只要有我在，都不会再有人因锦业而枉死了。相逢一场，此生无憾。一壶薄酒，送你们。走好。诸位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护锦业繁荣，拜托了。杨警官不弃，定不辱命。终于能正经成个婚了，恭喜啊！真不留下来喝一杯了？江湖规矩，只雪中送炭，不锦上添花。可我这锦是寸锦寸金的蜀锦啊！江南的春花开了，再不走就看不到了。好吧，那你帮我给去南诏帮忙的兄弟们捎句话，就说谢谢他们。等我有时间了，去江南请他们喝酒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干嘛呢？找半天找不到你人，现在全家上上下下就你最前。我朋友，赶快进去，阿娘等你试衣服呢。走。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要是不合身，我让裁缝去改。
很合适。多谢阿娘。让我看看新郎官。阿爷，哎，老爷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看看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嘛！啊，瞅您还差点儿。三郎，跟英英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得珍惜啊。你这个孩子也真是，警官那个官儿，说不当就不当了啊！我呀，跟你阿兄都商量好了，你阿兄他们愿意分一些铺子给你。将来我亲自教你做生意啊！你来教？怎么看不起我吗？老子是做过大事的。阿爷，不是瞧不起您，是若您来教我做生意，那这生意不做也罢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不做生意靠什么养活自己啊？我夫人现如今可是这益州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，我只要做好贤内助就行。哎呀呀！你听听啊，他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这，年纪轻轻不做事儿，要让人家英英养着你。阿爷，虎父无犬子啊！再说了，这么些年，还不是阿娘把你养得这么好？嘿，你这个逆子！老子做事的时候你看不见，享福的时候你看到了。你等他，阿娘，你来评评理啊！我们一块做跟老子比，你还嫩着呢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多大年纪了，别把三郎的喜服给弄坏了。等你完了婚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收拾他。哎，平儿，张家订的连珠牡丹文锦，还有团花对鸟文锦，这个月底是能交货的吧？我记着呢。哦，赵家这个月底该结清余款了。没问题，我去安排。哦，还有送往吐蕃的绿皮锦，还有这个月15送往南诏的和穗流波锦，这2笔订单非常重要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行了，今天你就安安稳稳的试婚服，生意上的事交给我们，你还不放心啊？放心。杨子，哎，贵叔，你这整日只顾着生意，一点不吃东西哪成啊？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哇，糍粑，谢谢贵叔。多少吃一点啊。好。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哎，阿娘呢？夫人在家忙着准备嫁妆呢。好看。尝尝，平儿。饿坏了吧？好吃，好吃。莹莹，阿兄，你看看这个，你可喜欢？这是姨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。她说你喜欢灵动的，喜欢看着就高兴的。我很喜欢。哎，当老汉是什么意思啊？当老汉都是当阿爷的意思。你要当阿爷了？哎，他怎么现在就来了？哎，怎么穿上婚服就来了？改日子了吗？哎，英英，他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
成亲之前你们是不能见面的，你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我是大舅啊！哎，今日有大事，我师兄来了。太子，你师兄不是太子吗？太子来了啊！哎呦，太子，免礼。谢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。但这个得贵。今有3道宴祭莺莺，以锦业教化藩邦，开商道，有目四境，志行有声，一宜荣宠。封尔为先蚕夫人，着其与锦官同理益州锦业，通四海之路。明日启程，进京觐见，钦此。金英领旨，谢圣上，谢太子殿下。明日他们俩大婚啊！就是啊。那就择日吧。夫妻一世，何其有幸！我愿助你承风起，我愿助你如所愿。不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师弟，正好本宫在这儿，今日啊，你便和弟妹完婚，我来给你们做个见证。今日，阿娘还不知道呢呀，还没准备啊。我去准备场地，我去宴请宾客。宾客，我去准备宴席。那我先去了啊，我先去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。那是我的，沙也留给我的。他要知道放弃2个字怎么写，那他就不是季莺莺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我等的就是人来，不然岂不是浪费了我这丝体面的出尘？我是来要钱的，不是来要丝的。今日我季家债务全部还清，你带着钱，现在就离开。你们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，是我季莺莺，对不起大家。困兽犹斗，郎君不觉得好看吗？放我走！还是为了你，但是我放弃的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谁敢去的？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阿爹，你的名字。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树红丝的颜色呀！哎呀，我怕。经理，喝，然后。阿爷说不能扔有用的，那是醋石榴。阿爷没有骗我。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树红丝是我们季家染出来的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朝。
因为我们真的治出了南诏节。恭贺南诏王上，我等也不负所望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